心称念赞扬三宝。皈道，皈经，皈师，皈道，皈经，皈师，皈道，皈依无上道宝，欲清原始天尊。皈依无上道宝，欲清原始天尊。皈经，皈依无上经宝，上清灵宝天尊。皈经，皈依无上经宝，上清灵宝天尊。皈师，皈依无上师宝，太清道德天尊。皈师，皈依无上师宝，太清道德天尊。各位弟子，大家晚上好。师父晚上好。已经在整个新堂恢复几次的共修。那么这几次，就是师父有跟着大家在一起的打坐。那么尤其看到最近这个共修的人比之前的小猫2、3只多了许多，感动。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在旧堂的时代也做共修。今天师父跟这个弟子们出去做一些道务，那么刚好呢，好像昨天晚上的有一个酷新闻，他们写了一篇威明堂的这个报道。那么前几天又有一个我们以前老的弟子来跟师父说，就最近这个威明堂的这个 Facebook 的小编做得不错，那我个人感到很感动。这代表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本身这个老的弟子跟我说，那他本身也是在这个媒体界在工作，他觉得这个威明堂的这个小编经营的模式可以变成一篇报道，这让我觉得，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刚好跟弟子聊天呢，弟子就跟师父重提了旧唐时代的一则新闻，那么是一则负面新闻，也是现在唯一威明堂你在网络上找来找去，也就只找得到一则负面新闻。那这则负面新闻呢，他们就问师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一则负面新闻？当然，比较跟师父比较亲近的弟子都有听过这一段故事。但其实那么多年以来，师父也不对外讲这件事。要讲早在几年前，师父以前在讲创造吉祥人生啊，或者威明堂有一段时间，师父自己会录一些小的这个开示片上去这个 Facebook。那个时代都没有提，那今天弟子有提那我就顺道讲一讲。或者说2008年，我是不是没记错？那个时候是2008年。2008年那个时候，师父刚好在想要去闭关，祖师给一个指示要闭关。那么师父就到了这个泰国去闭关。那么现在威明堂也有一些师兄弟还留在师父当年闭关的，在泰国闭关的寺院里面呢，修行，也在闭关。当年师父闭关前呢，威明堂就有共修制度，那个时候就有共修制度，像现在一样有共修制度，也好像现在一样有一个专门带领共修的一个师兄。当时也是轮班制的，好几个人。那么师父就指定了其中的一个弟子来做共修的带领人。那么那个时候有一天呢，我们的席维师兄呢想回南部，
就请了这个共修的带领人呢，来照顾威明堂，来这个帮忙照顾威明堂，让这些来参拜的弟子啊，或者善信啊，不要扑空，就让他们去能够参拜。那么很不巧啊，就有了一个要说他是什么，师父也不想批评他，反正就来了一个人，他就看威明堂啊四下无人，里面只有一个。这个人呢，师父以前也见过他，他有来过威明堂。那么那个时候就跟齐维师兄说啊，一下说他学过这个降头术啊，一下说这个他投资宠物灵骨塔，那么一下说他这个懂符咒啊，那么师父就齐维有一天呢，齐维师兄有一天就跟师父聊天，就提到这件事，我就叫齐维师兄去问，你问他学的降头是南派降头还是北派降头？这个人一听完这个南派降头还北派降头，眼睛一愣，什么也不知道，就说我阿嬷以前是诵经团的成员。这师父听完以后就笑了，那个阿嬷是诵经团的成员，跟学降头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有点问题。那威明堂始终是一个十方的道场，虽然我们很小，去虽小，那还五脏俱全嘛。道场有道，我们就应该给人来参学，没有道理把门关起来说你这个人怪怪的，你不可以来威明堂，没这个道理。任何人要来威明堂都欢迎，任何人想来亲近三宝、亲近道场，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又怎么可以断人的慧命？那么没想到呢，这个齐维师兄离开的时间呢，那么他就跑来了，发现师父不在啊，齐维师兄不在啊。大辣辣的就在旧堂师父以前呢，在一楼那里有一个我接见跟信徒聊天呢，有的时候话家常的位置，他就跑上去坐的四平八稳，非常的开心。人家信徒进来，比较老的信徒进来，不知道他是谁啊？那个顾堂的呢，就以为说他都敢坐师父的位置了，肯定跟师父熟悉啊，是威明堂可能是师伯辈啊，还是什么辈分的，就不敢赶他。然后呢，别人就进来参拜的时候，他就问你啊，你是要来干嘛的啊？然后问得很自然啊，你要来干嘛的？人家说我要上去拜祖师。你是要去拜一家老高哦？讲话很不恭敬。取我们祖师的这个名讳来污蔑，这个当时的弟子啊，也懂世事不深，不懂得护道场，就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师父的师兄弟的感动。然后呢，这个人就趁虚而入去跟这个顾堂的师兄聊天，聊。那刚好是顾堂的师兄，那个时候感情有问题，心情正郁卒，他就跟他说：“你这个人有事啊，这个出去以后啊，你要来私底下找我。”就跟他约在威明堂。这个师兄看了觉得久旱逢甘霖呢，好像有人可以解答他的疑惑。师父又出国了，没有人可以解他的疑惑啊。久旱逢甘霖，很开心。一下了一把威明堂关起来，晚上关了威明堂后，他就赶快拨电话给人家。那人家就马上跟他约啊，他第二天要见面啊。然后就说我是你这个累生累劫术士的师父啊，你要跟着我修道啊。
然后又跟他说这个报告新闻上面说的那些东西啊，他就被人家骗去房间里面了。那么后来呢，他又把他喜欢的那个人也约过去找他的这个累生累结术士的师傅啊见面。那么这个他喜欢的人就觉得怪怪的，上网一查，这个是个骗子来的，他们就打电话去给记者，希望得到社会的援助。那个时候威明堂正是很多信徒参拜的时候，很红。那么记者一看到有威明堂，就来炒新闻，就开始炒新闻，就说他是跟威明堂有关系，这个在威明堂出没。那也是啊，他是在威明堂遇到的，没有错啊。但是那个写的文章，那个记者文笔很好啊，就把他写的好像是这个人好像跟威明堂啊有关系。那后来师傅也打电话去问那个总编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写？”他说：“是那些记者啊，眼睛不好，没看清楚。我们有讲清楚哦，这不是跟威明堂没有关系。”那他用误导的手法，那么等到我回国了，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有一个记者忽然间跑来威明堂说要采访，讲，他进来也求姻缘符啊，也干嘛？然后呢，到临走的时候才来告诉我要采访，那才告诉我这件事情。当时师父没有在意，也不知道是谁发生的。也没听弟子提过，直到新闻要出的前一天，有个弟子就打电话来，师父，我是谁谁谁。我说什么事啊？你昨天不是共修的好好的吗？什么事？我刚刚得到消息，凭这个某某日报啊，说明天要报道威明堂的新闻。威明堂最近没什么新闻好报啊，怎么要报道威明堂的事？他才把故事拖出来给我听。我一听这代志大条啊，阿嬷，我唔知要安那呢，还无人甲我讲呢。他就这个跟我说，就第二天一早，我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早上6点多。威明堂的门口按着很大的门铃，叮叮叮。以前师父住在堂里面的，按得很急切。因为我从2楼一看，哇，下面全部是记者，好几十台摄影机在下面。我仿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才知道，哇，报告新闻登头版头条，哇，这个新闻很大条。那么多年，祖师教我们，道教徒的品格是什么？不争啊，很多东西不需要辩解。那师父也从来没讲，也没辩解。为什么？我们的业嘛，那过往的恶业，那别人不关我们的事情栽到我们头上来，那是我们的恶业，那我们承受。我们承受，因为我们知道因果的循环的问题，你去辩也没有意思的。不是你就不是你，是你就是你，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师父一直都没有提，直到今天有弟子跟师父提这件事。那么有人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跟我提啊？他说那个酷新闻啊。有这个新闻出来，都2008年的新闻，到现在几年了？8年。8年的新闻，不还有人可以把那则新闻又挖出来，说威明堂不是一个好的道场，那怎么办？弟子就说：“师父，你还是得出来说一说这一篇故事到底怎么发生。”所以师父才借今天这个机会讲给弟子听，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师父
父其实挺羞愧的，我自己教出来的弟子，自己的弟子被别人骗，然后呢，被人说是跟温明堂有关。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啊，因为那就是师父以前的恶业，过去生的恶业，所以这一生呢，被人家张冠李戴，那个是我自己的恶业，自己该受，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呢就讲完了，我们就不讲故事。也希望以后这个你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一个开示可以放到网络上去，就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故事的始末。温明堂是有道的道场，你亲近过温明堂的，你有来了解过道场的，其实都知道，师父有给信徒东西的时候都还不手碰手给，师父都还这样子给。温明堂是有道的道场，一个有道的道场其实不需要靠太多的东西去粉饰它，因为那个好像一颗珠子，它有光亮，你是没有办法掩盖它的，但是必定会自自然然有它的光亮。祖师传下的道法，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蒙蔽它、掩盖它，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争，不需要去辩。这个师父也希望每个弟子要了解道教徒的这种精神。人家误解我们，误解吧，不要去争，不要去辩。人家误解是人家的事，我们自己清就好，这个很重要。不争才是最胜的一种美德。以前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就问祖师，然后就请示祖师。祖师也是跟师父说，不用争，不用辩。因为如同有一个人向天空中吐口水，还者还要自受。你根本不接受他，他就没有依附。今天我吐口水在一张纸上面，因为这个纸有受点，所以它会沾上你的口水。我对天空吐口水，没有受点那怎么办？那就掉回我自己的脸上。那我本来就没有做因为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或者我本身就是清白的，那就是没有受点。所以还者还自受，这是我们道教对于这种事物的观念。另外